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Fire 火力全开，在今天11月11号。 星期六，我们在新北市的新庄体育馆为大家继续送上的这场女子组的赛事，连续2个星期，新北中先在主场的新庄体育馆要来面对，这是南台湾的高雄台电啊。上个星期打了一场4局大战啊，新北中先到目前为止新赛季的一个胜场数还没有开张。那今天在这个赛季第2次碰上台电，那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陈雅丽，还有我身旁大家熟悉的前台电的自由女神杨梦话来负责转播的工作。梦话你好。 你好，亚力哥好，大家好。上个礼拜梦话也是转播啊，中先对台电的比赛啊。上个礼拜中先拿下了第1局之后，结果没有想到被台电演出了逆转胜。那这个礼拜你觉得中先有机会吗？因为其实上礼拜的中先他们有一支外援有受伤，所以我相信在他们的战力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吧。那我希望他们这礼拜就可以撇除一些像没有外援的状况下，可以表现自己的状况下，可以表现得很好这样子。啊，当然我们知道在目前企业排球联赛洋将的一个规定啊，虽然新北中先有3名的一个外援洋将啊，但是每一场比赛只能够登录2个人。对，像上礼拜他们就是登录的美国的 Bree。 还有他们的另外一名塞尔维亚的这个球员，这个 Mira， 没错。但是 Bree 上个星期好像有一些肌肉拉伤的情况啊。那这一次赛前的一个了解 ，Bree 好像这2天又因为肠胃炎的关系，目前正在住院当中啊。我们希望他赶快能够康复，因为我们之前也讲到 ，Bree 的老公其实目前就是在这个 Plus League 富邦勇士队那阵中的新洋将啊，石门。那 Bree 现在。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赶快的回到球场。不过今天照这样的情况看来，乌克兰的这个尤利亚这名197公分高的这样的一个快攻手，还有他们的塞尔维亚的 Mira， 可能就要这个先发了哈。那当然，在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这个星期依旧是新北中先的一个主场周的赛事，待会会有现场的一些表演的一个活动。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来带你来看现场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小。你听我声音有点小。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Tommy Girls。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on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 When you leave, I'm begging you not to go. Call your name 2, 3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How I'm feeling and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can do what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ust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touch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hoping you page me right now. Got me hoping you save me right now. Looking so crazy, your lust got me looking so. Drop it. Who got the power? When I do it, I'll be catching fire, gasoline when I do it. Just cause you're big and take it, look down south. Told me not if I'm gonna take it like now, baby. Oh, I got the
Who got the power? Who got the power? 谢谢我们 Power Me Girls 带来精彩的演出。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乃芳。大家还喜欢我们刚刚 Power Me Girls 的表演吗？喜欢的话，再给我们掌声。谢谢大家。新北中心呢，今年以追求卓越 Power Me 邀请到男子排球队台北康体。那这周呢，也是我们主题日的最后一周喽。今明2天呢，各位球迷们要记得把握机会，跟2队的球员一起近距离互动玩游戏哦。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有如此完善的制度与场地，这些呢都要特别感谢我们中华民国排球协会及新北体育处。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客队——高雄台电女子排球队，由洪通哲领队带领，执行教练王前斌，教练呢姚成山，教练张丽云。那现在呢要来介绍我们台电的球员们。首先登场的呢是背号1号胡小佩，现场观众朋友们，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球员。背号2号刘玉纯，背号3号曾婉玲，背号4号李玉，背号5号郭静怡，背号6号陈姿雅，背号7号黄欣瑜，背号8号李姿莹，背号10号徐婉云。背号11号洪佳瑶，背号12号彭雨柔，背号14号许慧莹，背号16号廖家荣，背号20号黄敬轩。那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再给我们的球员一个热烈的掌声，也请球员们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挥挥手。那稍后的比赛呢，我们都一起加油哦！也请我们球员们先回到休息区稍后，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呢是我们的主队 CMFC 新北中仙女子排球队，由张恩崇领队带领，执行教练曾华玉，教练简佳慧。首先登场的球员是背号1号李贝尔，背号5号叶瑜文，背号6号童其芳，背号7号谢静莹，背号8号 Mira。背号10号张芷萱，背号11号张依琪，背号13号 Yulia， 背号15号李子嫣，背号18号龚诗文，背号24号黄曼雅，背号76号林其荣。仙女们，请向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挥挥手。接着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废材，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废材。Hello， 废材，跟现场的朋友们挥挥手，小心哦！来来来，我来牵你，小心小心，脚抬高哦。好，那废材呢，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再挥挥手，还有我们的仙女们。好，废材转向左边，转你的左边，转圈，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其实有准备了小球，要来送现场的粉丝朋友，有没有谁要小球？举高你们双手。好，那现在呢，请我们新北中仙的仙女们，还有我们的废材来帮我们抛小球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大家看，举高你们双手。哪边的朋友们想要小球呢？仙女们，赶快抛小球！废材，我帮你，没关系，废材，你的球我帮你丢。好，
那现在呢，谢谢我们的，再次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仙女们跟我们的彩彩。那稍后呢，我们在球赛结束后也会有我们的球员签名会，那大家要把握机会跟球员们近距离互动哦，谢谢大家。往前走。Just like the sunrise, you know that we're gonna light it up. Tonight, we're gonna light it up. Tonight, we're gonna light it up. Just like the sunrise, we're gonna light it up. 2023年的11月11号星期六，在新北市的新庄体育馆。今天这是新北中心主场周，连续2个星期。当然上个星期跟台北康体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主场周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今天其实今天的整个赛程是有做了一些安排。原本今天好像要面对的应该是新的凯撒饭店的这个对手但是好像在赛程上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要连续2个礼拜来面对高雄台电没错。第2次胜员国家 A 级裁判王玉洁小姐，来自新北市。今天的这4位的裁判主审、副审，还有2位司线员。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洪胜朗先生，来自台北市。裁判技术委员郑方。2位控委，看到审判委员。郑方范老师也是过去台北市的体育局局长，另外还有洪胜朗老师。首先是新北中先队，5号叶瑜文，7号谢静莹，8号 Mira，11号张。当然新北中先今年到
目前为止1胜难求啊，胜场数还没有开张。那今天又要连续2个礼拜来面对高雄台电这样的可以说是实力强劲的队伍。当然上个礼拜的对决当中，第1局是新北中先拿下，对，而且的比分是非常的接近。没错。但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很担心中间的状况，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怎么样都算是气排刚开打嘛。那我觉得每一队都一定都还在磨合当中，尤其是他们有新的外援，然后以及对整个队友上都是有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慢慢磨合上来的。反倒是我们台电这边都是大家的熟面孔，对，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主要是可以健康完赛啦，对，就是不要再有人受伤，然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打完这一季的比赛。台电女排在上个礼拜面对新北中心的比赛是25比27、25-22、25-22、25比14，那演出了逆转胜。来看到今天这场 rematch， 新北中心的先发名单：谢静莹、Mira、叶瑜文、张一启，还有龚诗文、Yulia、张芷萱以及林奇荣。在高雄台电这边看到了李姿莹、胡小佩、黄敬轩、陈姿雅、黄欣瑜、洪佳瑶、郭静怡以及徐婉瑜。那除了刚才一开始讲到新北中先他们的另外一名外援啊，这个美国的 Bree 啊，因为肠胃炎的关系，目前还在住院之外，所以今天另外2位洋将 Yulia 跟 Mira 都登陆在名单当中，今天也都进到了先发。那台电这一边，我们知道在第1周的比赛就伤了他们，其实也是主力球员的李玉啊。没错，没错。而且伤到的是膝盖十字韧带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大伤啊。对。中线的一个机会球，不过这次的快攻第一时间被拦回。台电这边这次进攻球被拦了回来，落在界内。其实，在上礼拜的比赛，中线这边的一起啊，他表现非常好，因为我记得他在高中联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正中的主力，然后他也是今年第1年就转进我们的师大，然后来打一个今年处女秀啦，然后我就觉得他整个表现都是很好，所以我期待他今天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现。比较开往这个球，第一时间前排轻松拦下。刚才看到黄欣瑜，还有黄敬轩双黄联手。哇，这一次的攻击还是被拦了回来。对，一期这部分呢，因为他算是经验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在跟姐姐的对抗当中啊，多去勇敢的去尝试打一些他教的一些技巧球哦。梦华刚才讲到张一起过去在高中排球联赛的时候，他是来自于名校内湖高中，没错没错，对，是一名攻击手啊。对，曾经也是我的学妹，明湖国中。明湖国中也出产不少的球员啊。没错。一开始被高雄台电打了这一波4比1，也让曾华瑜教练这个时候喊出暂停。先跑到位再讲，懂吗？不要急，不要急，先把肩膀做好，先把肩膀做好。然后你跑快点，懂吗？可以的，小可以。再来，没有屁，没有屁，没有声音，不要荡下去。在新北中先这边啊，他们今年赛季的今天登陆的这2名外援啊 ，Yulia 来自于乌克兰，身高非常好，197公分。那 Mira 来自于塞尔维亚，身高也有183公分。原本开季想说，哇，有这3名外援压阵，想说新北中先今年真的还让我们人蛮期待的。但是在开季前面3场比赛，好像在整个战力的一个整合方面也不如预期，还在磨合啦，我觉得，对。台电这边刚才4号位的斜线攻击出界。
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Mira 这一个发球，结果发出了界外。上周其实，在台电这边的表现，其实他们都很着重于在陈姿雅的身上。那其实我在赛中其实也都有说到，其实比赛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不是只有一位选手，然后也必须要培养其他像学妹，对，赶快跳出来，不然阿亚会在可能紧要关头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对，姿雅来了。这个快抹，直接的落地得分。姿雅在上个礼拜对中线比赛拿下了27分啊，没错没错，对。他在赛后访问也讲到说，好像是他生涯就是第2高的一个得分，对，生涯最高好像拿过31分。对。还是希望学妹可以赶快成长。是，那当然，台电女排这2年真的就是在进入换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没错。这一个拦网拦到，可惜拦出界外。那在中线这边的表现，其实上周他们的齐荣防守也是非常优秀，都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对。新北中线，叶瑜文的发球。这个球被守过来，再做一个，直接做了一个单脚背飞的攻击得分。黄欣瑜，高雄台电女排在开季的这一波3连胜啊，当然除了姿雅之外啊，姿雅在前面3场比赛加起来总共得到52分，在得分榜上面排在第2名啊，仅次于林书豪。当然黄欣瑜这个点发挥的也是非常稳定。对。李姿莹感觉在4号位这边轻轻松松啊，得分像喝水一样。经验很好啊，对，因为毕竟她也是在台电的老大姐了。对，面对2个人拦网，她打得非常沉着啊，对，不慌不乱。没错。新北中线这边接发之后，尤利亚的快攻。其实像我刚好一直都跟上周比较，因为其实上周我看到的就是像台电在于快攻以及在打八股对角线的搭配，其实没有很顺畅。是，经过1周的调整，前面这几颗看起来跟快攻手都有搭配的很好哦。姿雅的发球结果发长了。所以在中间手发挥这么好的状况下，中间这边就可能要想办法先破坏对方的接发球。张一起在这边做了一个吊球，台电这边的一个斜线攻击，中线这边送过来。还有，哇，这一分有相当多的一个来回啊！最后在前面看到这个是举球员谢静莹直接的一个攻击得分，对，突破得分。不一定每一次打过来我都一定要第3球，对，要1、2、3，对，有空档有机会就可以出手了，没错。其实中线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也要靠中间手的拦网，毕竟还有197公分的一个优势。是，那就是也很吃台电现在的配球，看他可不可以牵制中间手拦网去做一个攻击搭配哦。这球举球员并没有能够把球给送到位啊，又是一个进攻上配合的失误。11比5，在第1局这边。新北中线这个时候再度喊出了暂停，在新北中线这边，他们有2位举球员谢静莹跟陈婷汝嘛，对不对？对。那可能这2名这个举球员都还需要时间，让他们来在气排这样的气联这样的一个竞争，
激烈的一个赛事当中要有成长的空间。确实，尤其是其实应该不是只有2位举球员，是应该是每一个举球员的举球风格都不太一样，节奏上也不太一样。再加上可能他们经验，可能打气人经验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强度就会很高。但是我相信，经过可能气联这样子的洗礼过后，他们在大专杯一定都会有很好的表现。当然，真的。很多在企业排球联赛当中，男子组、女子组都是大学队化身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当然有气排这样的洗礼，对他们在整个大专联赛当中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没错。这个被 C 被拦回来。在中线这边举球员方面，好像不太容易有举到快攻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在尤利亚前排空有身高，但是没有机会出手。可能还在找一个突破点吧。对，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举向两侧。对。龚诗文。西北中线这时候把李贝尔给换了上来。对，贝尔也是曾经在高中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攻击手哦。在企业排球联赛里面的一个兄妹档。没错。跟桃园台湾产险的李尼西米。这球是有 touch 了。12比7。画面上看到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这名197公分身高的中间手 Yulia。在防守上 Yulia 拦网，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威胁了。但是在进攻上，感觉上在快攻的速度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好。对，他速度可能稍微会慢一些，不过他的高度绝对是他的优势。台电这边，在2号位直接切进来，又是一个轻松的攻击得分。李姿莹，确实看姿势在打球，确实他是很吃他自己的能力技巧，因为他是有点面子去打斜的，对，造成防守上是非常大困扰哦。这个直线发球直接发给 Mira。Mira 的接发球，结果出现失误。14比7。里贝尔接发 ，Mira 这边的一个攻击，结果被台电这边完全的给预测到了。来看到胡小佩这边跟队友的一个双人组合拦网。在中线的这边，或许在配球的部分可以往他们巴古配，因为毕竟巴古这边拦网是兹雅哦，对，避免去遭受到我们前排的阿敏，因为阿敏其实身高也有180以上，所以就变成说他这边的攻击就会比较难突破。叶宇文的单脚背飞，结果又是被台电这边给抓到，16比7。这个球算是这是故意的吗？对，应该是对。来，个人已经第2次这样子的得分，土爆。我这球刚才其实也蛮惊险的，在刚好就在界内落地了。线边对。台电这边把李姿莹换下去，换上来彭雨柔。谢静莹的发球发的比较长一点。还有这一次的快攻，结果前排的叶瑜文拦到了。哇，单扣
对。其实整体感觉起来像是台电现在就是举球员的配球方面稍微单调了一点，就少了一点变化，所以在中间拦网就会比较好去抓哦。这边的接发球，结果也出现了问题啊。刚刚上来的彭以柔接发球失误。还是发给彭以柔。修正的呛死。还有 Mira 这边的一个吊球，台电这边的进攻，姿雅攻击得分。胡小佩的发球，结果发出了界外。胡小佩来到台电之后，今年新赛季的发挥其实也算打得不错哦。对，没错，因为其实毕竟台电现在皮皮目前也还在康复当中，所以他上场的机会确实一定会增加。那也刚好借由皮皮这样子的休息，让他多去磨练。对，那也希望皮皮可以赶快好起来。当然，很多台电的球迷也很关注啊，这个皮皮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满血回归啊？对。他有满血，对他每天都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场？里贝尔这个球刚好打在台电的中间空档，对，有点太早跳了。Mira 下去啊，换上来童奇芳。这边的一个逼式快攻，新北中心手下，在这边的攻击，哇哦！姿雅跟队友的这个拦网高度还是很高啊。对，一起这边在攻击啊，他应该是要再多运用一点身体以及手腕的部分来去改变球的路线。如果一直都是打正面的球，这个就会很容易造成就是对方很容易拦网啊。对，所以他必须还是要再加油。调整一下自己的攻击的技术。新北中心这边举球的时候被吹了连击啊，比分现在来到19-12。黄继轩切进来，交给一起，还是被拦到。台电真的还是训练有素的一支球队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队友掩护的这种时间差，在抓人跟球方面啊，都时间抓得很准。对，必须，因为其实他们在发球前一刻就会先彼此的跟对方说：“哎，切的会进来。”他们彼此会去沟通。姿雅打直线，对，姿雅也是经验很好的选手哦。虽然身体已经有一点重心跑掉，依旧还是可以打他的强项直线。现在分数又一下子被高雄台电给拉开到了9分差了。黄继轩的发球失误，21-13。新北中心这边叶瑜文的发球。这球里贝尔，打得太急了。对，其实像这种开网球是我们应该算是说不能得分的球，就应该是要先想办法处理过，像是要给举球员呢，还是怎么另的这种技术啦，而不是这样直接失分，其实也蛮伤士气的。台电这边又换上了许慧莹上来发球。
姿雅下去休息。哦，慧莹很平啊，发球发得很不错哦。对，这个球打斜线打得非常斜，在界内落地，好球，李贝儿攻击得分。这球打角度很大哎。对。哎呦，这个边线边线。再来一个单脚背飞。对，今天其实台电快攻用了很多，就代表中线的发球比较没有威胁性哦。 好，皮皮上来了。对，上周他也有上来发球跟防守。这一球 Yulia 在2号位的进攻打在皮皮的手上，喷出了界外，差一点点啊。 对，说不定皮皮经过这样子的训练，都可以变成自由球员了呢。有，对，因为他现在也不能跳起来攻击，所以只能一直练防守。他现在跳还是会对这个膝盖这边还是会痛，是不是？其实，痛跟不痛应该只能取决于他自己个人，但是多半都是必须要稍微 去演练比赛中的那种情境啊，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受伤过来，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他现在的心理状况可能还是有一点害怕，所以必须还是要对，要给他时间。对，24比15，在第一局台电来到了局末点。洪佳瑶这球发过来，往上的相持，佳瑶送到2号位这边。 Mira 的攻击结果，哇，再度是遭到黄敬轩跟队友的一个双人组合拦网。在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啊，高雄台电女排25比15，10分的差距，在连续2周跟新北中心的交手，那第一局现在是台电先取得点。 谢谢 Parami Girl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Kids screaming in the cradles, profanities. I see the world through ice covered in ink and bleach. Cross out the ones who heard my cries and watched me weep. I love everything. Fire spreading all around my room. My world's so bright, it's hard to breathe, but that's alright. Hush. 连续2个星期，高雄台电跟新北中仙都在新庄体育馆来交手。在第1局的对战数据的一个比较，画面上看到高雄台电女排在第1局就有7次的拦网得分呢。对，哇，我觉得今天高雄台电的拦网真的是做得太棒了，到目前为止。没错，所以就是反观中仙这边的大炮啊，两边长球的攻击就必须要去调整他们的攻击的技术哦。虽然说我讲技术很像有点太抽象，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你不能面前面打前面，我讲的就是稍微比喻一下，就是你不能看前面而打你前面，而是要可能是看前面，但是你要打两边，你不能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打哪里。是，其实如果有看前一场比赛啊，极速超跑跟台北精华的比赛就知道，就是在一场排球比赛里面，如果你在前排的快攻发挥的好，两侧的大炮攻击，还有加上后排攻击都能够顺利到位的话，那其实让防守方其实是非常的对，很不好守这样子，对，确实。哇，就又错失了一次的机会啊！在这边的一个切进来攻击得分，中仙这边应该是要多把握一些 chance ball， 因为像刚刚其实也是 chance ball， 但是接的太靠网了，就有点自己去丧失这个要打人家的机会啊。对啊，就还蛮可惜的。台电李姿莹，这球发过来，张一起这一次有了。不过很明显的是阿明有点太早跳了，让对方先看到手，等到掉下来的时候才打到手，就没有整个是完全的动作去拦网，就有没有打 touch out。不过一起这个突破是很好的哦。新北中线现在轮到李贝尔的发球。哦，在这一次黄敬轩的攻击，整个攻击路线已经是被新北中心的拦网球员给抓到了。新北中心首度取得领先2比1。子雅自己接，自己来做攻击。台电胡小佩的发球，哇！谢静莹这个球来不及举啊，差一点被对方给扣下来。对。还有张一起在这边斜线的攻击得分。刚才第1局打完之后，也看到了张恩崇教练有拉着张一起，一直跟他做一些叮咛呢。对。确实啊，因为现在他是第1年进气排联赛，所以一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叮咛的哦。叶宇文
这球还是发给兹亚。这波手起哦。里贝尔把球垫高 ，Mira 的这一个球攻击有了。不过确实，虽然得分了，但这个球的过程当中，贝尔一开始这个呛死确实一定要先接到位哦。对。在第2局，目前新北中先4比2暂时领先。兹亚做一个吊球，后排里贝尔，这球是不够高吗？我猜他应该是想要打自由球员这个位置，但是球点已经掉下来，他才打到球，所以造成一个挂网。挪印，感觉是没有搭配的很好啊，不然其实后排攻击本来就是一个飞进来的状况去攻击这个球的。里贝尔接发，在这边快攻给 Yulia， 这球还有。我觉得 Yulia 在今天，我怎么看她有时候打起来还是相对有时候比较犹豫了一些哈。对，可能也算是，因为毕竟他身边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他可能也是很多在沟通上啊，会有一点可能落差吧。比如说他想要跟举球员要说怎么样的球，但是可能默契还没有很好，还在调配当中。对，其实排球是非常讲究在场上队友之间彼此的一个沟通哈。对。哇，在这边又是一个背飞。对。李子嫣也是在今年才刚刚加入新北中先的球员。在网上的一个相持 ，Mira 刚才判断上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哈。对。哇，现在反倒是又让台电这边连拿4分，后来居上，现在是6比4，2分领先新北中先。曾华玉教练再度的请求暂停。华玉教练这个暂停喊好像没有什么交代呀。再来。其实有时候在球队比较没有声音的时候，确实教练也会想说，应该很想要就是跳下去打吧？有吗？我想要等一下问一下华玉教练好了。确实是有点沉闷了一点啊。不过排球就是这样，你要整个团队都好，确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声的，并不是只有靠可能只有一个队长来带动声音。我觉得是大家都要同步去喊声，然后去激励队友。暂停过后回来，黄敬轩台电的发球出界。新北中先这边轮到的是张一起的发球。这球哇，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祁荣这球够拼的啦。兹亚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分相对比较客气啊，到目前为止只拿8分。开网球的处理交给 Mira。Mira 的攻击结果出界。对，其实今天已经打到目前是第2局了。中线目前这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个人失误，是非受压迫性的失误。如果这样子的失误多的话，一定会造成整个整个队的士气啊，对，比较不好。刚才在第1局的失误的一个统计啊，奇美中先7次，台电4次。对。
实很明显的是，并没有触球了哈。对。我有时候喊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知道会失败，可是有点拐气的一个没错效果。没错，教练可能想跟他们讲话。对。8比5。在这边的一个攻击又被拦回 ，Mira。这次攻击也被台电给守起。黄金轩直线，这个球后排的张一起往上球，有人触网了。对，吹的是高雄台电女排这边的触网。没错。哦，这是洪家瑶了，举球员刚才下来的时候触网。没错。其实是不是有教，就是大家就算如果裁判没有吹的话，你碰到你也不要。对，当然，因为毕竟就是自己也不能当裁判啦，对。8比6 ，Mira 的发球，这个 B 式快攻，轻轻松松啊，交给黄欣瑜。其实台电整体在打起来，确实是我觉得今天好像游刃有余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整体他们毕竟也配了很久了，对，算是经验比较好的一支球队哦。因为在中线这边看他们在整个进攻的一个组合上，就觉得有点乱，不管是进攻也好，或防守也好。这是有好有坏，因为虽然说台电的人感觉是很有队形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很有队形，很容易被对方给突破。就想，这个其实之前都打过，大概都会知道他的球路在哪里。但是反倒是像中线，目前就是很多都是新血，那他们会遇到问题就是会像现在会很乱，但是优点也是他们的路线不容易被人家判断到。对，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让他们把这个优点去发挥出来，而不是就是目前就是感觉整个队还有点混乱，但是我还是会很期待他们之后表现，因为现在也才刚开赛而已。是，对。10比7，刚才台电是姿雅的攻击出界。今天其实像黄欣瑜、高高，其实今天已经有配了蛮多球了。在跟小佩的搭配确实比较少了一些，所以刚刚得了1分。在这边这一个球，看到李姿莹这种的侧身啊，这样的一个侧身。对，你看像他其实就不会打自己的正面球，他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技巧球哦。12比7 ，Mira 接发，好，在这边交给叶瑜文，总算是有一次的一个攻击得分了。主要其实也很看中线目前的接发球哦。接发球真的是要到位才有机会攻击的。对，但是说的都很简单。每次我在讲说接发球要到位，但确实是要经过就是很多训练啦。因为接发球这东西，我觉得是很靠球感以及跟你去判断球的一个经验的。尤其你会因为到可能球场不一样，你要去想说，这个球的飞程啊，还是他会马上掉的这状况去做接发球。自由球员出身的梦话，绝对是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对，现在讲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不会下去打。你以前苦练接发球是怎么苦练？就是很枯燥乏味，就是会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对，因为你要去对每一颗球都要去判断，进而来它就会变成是你的经验。对。哇，中线这边在处理球又出现了失误啊。对，有点可惜。好不容易追到9比12。对，因为其实很明显是阿敏就已经没有攻击能力了，只要做一个处理球而已。那贝尔这边的防守应该就是要有点趋前哦，因为这颗球其实也在标志杆外面了。李姿莹这个球
又是一个 ace。对，现在是中仙的接发球是有出了一点状况哦。确实一定要跟两边，像自由拳啊，我现在以中间的自由拳来讲，他一定要确实的跟两边的接发球的队友们讲好，说他们要接哪些范围。里贝尔，这次的攻击有了，希望在这一次的攻击得分能够把西北中心的士气给带动起来。对，这次的配合就非常到位哈，举球员跟攻击手。对我必须也要讲，其实真的也是因为接发球的到位，然后他在做搭配的时候，就可以运用一个中间手以及巴古的搭配来做攻击，会比较顺畅哦。中仙这时候把曼雅给换上来。哎，应该是越网击球。是。对，球应该是已经有过了。然后加油也是后排，对。哦。其实有经验的选手就会缩手，就是加油就会缩手，让这个球过去哈。过去，对对对。15比11，台电还有4分的领先。里贝尔这一球想要尝试刻意发一个短球，但是出现失误。中线目前面临到的状况就是，其实他们也有很攻击很好的时候，正想要把气氛拉起来的时候，但是就会有一个自己这样的失误，就造成整故事写起来就是会断断续续的。对。台电在这边的切进来的进攻被守到，张一起。这球拦得不错，可惜拦出了界外。叶宇文。对，其实中间这边有几波都是防守都是非常好的哦，不过在修正的部分，很像也没有沟通好，说是谁要去修正，就会丧失了一个可以攻击的机会，就也很可惜啊。比较开网，结果这个球拦回来，打在了张一起的身上。对，这要闪都闪不掉。对，应该如果闪过的话，就会变touch out哦。里贝尔接发，这边给叶宇文做一个逼式快攻，被台电队守起来。曼雅这球高打点，但是黄曼雅攻击出界。中线想要来挑战拦网触球。中间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今天这场比赛，两队到目前为止，陈姿雅这边已经得到了10分了。另外看到黄欣瑜这边也拿到9分，有 touch 吗？对，判的是是没有 touch 到的，是没有 touch 了。不过确实有了这个挑战系统，确实为了很多争议球，就是像以前毕竟我也是有经历过没有挑战系统的年代的时候，就真的是给了选手很多的空间。快攻，好球！好球，叶宇文。对，其实这样子的组合是很棒的，一个接发球很好的节奏，再搭配一个快攻哦，其实他们上礼拜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去打。那这礼拜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要在着重于接发球这部分要继续加油。台电这边这一个攻击被拦回，姿雅的攻击也被拦回来，这边被吹了一个连击啊。对，新宇这边的往上球
出手太急了。19比13。好球，黄敬轩。其实敬轩，我觉得他大部分时间我看他打都是选择打直线的。我觉得他是比较缺少一些手腕运用的技巧哦，不然其实他的点够高，人也长得够高哦，拦网也是很出色的。所以我觉得他在攻击的瞬间，他想要取决于，我觉得他的手腕还要再继续的去运用啦，不然还蛮可惜的。 里贝尔把球送高，谢静莹这边比较开网，这个攻击球有张一起。20比14，身材条件真的是非常好啊！今年才是台师大大一的学生而已。对，姿雅来了。 姿雅今天真的打得相对客气了，比上礼拜客气很多。因为今天稍微分给高了一些，对。不过就还是很强调在中线这边的整个攻击力啊，应该说他们从发球就应该要开始有针对，不能让台电这么轻易的去得分哦。21比14，双方7分差距，在新美中线这边请求暂停。不要看准球之后再去出手。再来。刚才换上来的许慧云，哎，结果这球打在网上。慧颖其实也是比较可惜的选手，其实他有很好的弹跳能力，以及他的发球的水准也是很够的哦。希望他的野心可以再强一点，然后可以再挑战自己一点，对。 哦，这球的攻击有守起来。确实还是要靠老大姐哦。李姿莹对切进来，在4号位的攻击得分。没错。高雄黑队请求替补7号下3号曾婉玲上。对，继续把现在目前还在复原当中的皮皮换下来做发球以及防守哦。 里贝尔利用队友的一个掩护的进攻，台电手起，还是靠李姿莹啊。对，跳起来整个轻轻松松哈，我觉得就是经验吧，我觉得经验真的差很多。像可能一起在打球的部分，他就是感觉不像姿莹，他会先跳起来，然后稍微看一下哪里有洞，然后再去瞄准。他是有点就是。 他很努力的把自己的攻击动作做完，但是却缺少了他需要怎么样去突破学姐的拦网。皮皮的发球出现失误。对，第1局跟第2局，他都在比赛的后段上来。这一次的攻击结果，台电那攻击出界。
这边的接发球，哇，是不是有点失去专注力了呢？我觉得他是有点放得太低阶了，因为其实，在这么大的球馆里面要去接发球的话，如果点放太低阶，他在下坠其实是很快的哦，所以他是等到下坠那一刻才接球，就很容易喷走。好球哦，胡小佩真的是高打点，24比18。Set point。刘玉纯发过来之后，在这边选择一个吊球。李贝尔在这边的攻击，结果遭到了黄敬轩跟胡小佩的双人拦网。在第2局的比赛结束啊，高雄台电女排以25比18再下一城，目前在前2局打完，取得2比0的优势。谢谢 Power Me Girl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举肩表演。
数据啊，那第2局25-18，相对起来啊，跟上个礼拜比起来的话，台电在这个星期对新北中心，我觉得打得反而更加轻松啊。2局的比赛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蛮大的分差率先取得听牌。现在看看第3局的比赛，在新北中心这边，这个礼拜少了 Bree 这个攻击点，有差这么多吗？确实，因为我觉得 Bree 其实他也是很带动团队士气的一个主要的攻击手哦。那我觉得少了一个这样的角色的。整个会蛮影响中线的表现哦。画面上看到这第2局的攻击得分，一个7分，一个15分，两边的攻击的火力真的是差了1倍啊！哈。对。现在比赛第3局开始，由中线这边谢静怡先来发球，子雅接发，在这边小佩。对，小佩在这几颗的搭配确实还是跟佳瑶有一点，现在是换玉纯哦，对，跟玉纯，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是跟玉纯还是跟佳瑶，目前配起来都还是有点节奏不太对哦。好球，黄敬轩，这等于又是利用队友的一个在新北中心这边要挑战啊，这个逐步犯规。对他想要看阿敏，应该是看玉纯哦，因为刚刚其实这颗球接的有一些靠网，想要先确认玉纯有没有越中线。当然，在现场的这大荧幕啊，这些观众朋友被我们照到，都会发现自己这个上电视了。对，要记得跟电视上要大方来秀出自己啊。会不会有可能有一次会照到我们这边呢？不会。会不会我一讲他就照我们这边？千万不要照我们。那我们2个先想一下，我们等下比什么？我怕我们被 Q 到确定？真的吗？真的假的？先不要，先看一下挑战好了。对，应该是没有。其实是没有逐步犯规的啦，所以新北中心这边挑战失败。不过现在可能是想要挑战阿敏举球，对。刚刚回放的画面似乎应该是阿敏攻击完，但是中间怀玉老师这边想要去挑战的是举球员玉纯哦。在举球的时候是不是有踩线？是不是？对，因为这个球有点靠网。时间序再往前再拉一些了，对不对？对。不过不确定裁判这边会不会认定说他太慢去按他要去挑战的钮哦。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电视辅助判决之后，在整个企业排球联赛这边，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这个挑战专属的裁判在那边来负责。举球，结果是没有犯规的，因为其实，在越中线逐步犯规这部分，其实是要讲求到你有没有整只脚过中线，踩到是不算的。踩到是不算。对，是你要整只脚过中线才会足以构成犯规。所以透过刚才这一个挑战，我们大家可能又学到了一个规则了哈。逐步犯规。对，逐步犯规。对。纵使你的身体在对方那边，脚在我们自己的场地，还是没有犯规哦。对，真的是看脚。里贝尔的攻击第一时间被压回，张一起这一球结果打太用力了，对，太容易就这样子丧失1分哦。我觉得他们要稍微再思考一下，他们如果球不好的状况下，他们要往哪里送哦，而不是这样子就很轻易的这样子失分。这就是我们前面2局讲的，就是今天的中线打的真的有一点，感觉上有点乱无章法。对，比较乱一些。里贝尔这一次的攻击拦回之后，黄敬轩的攻击打直线，这次又有了。
在这边接发球的霸包，姿雅轻轻松松在往上把这个球给压下去。曼雅接发，张一起这个快抹，结果被吹了，这是一个连击啊！哇，从1比1之后，这一段时间又是高雄台电女排这边连拿4分，从原本1比1，现在变成了5比1。曾华玉教练这个时候再度请求暂停。好，然后一个球一个球慢慢打，不要急。 虽然说球季是刚开始，那今天也不过是新北中心在新球季的第4场比赛。如果前面的接发球没有接好的话，后排的人要向内收，帮忙补位一下，互相帮忙。一个，加油！对，接发球到位有接发球到位的打法，如果不到位的话，也有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战法。对，没错。 主要其实都可以先，如果是处理球的话，其实最简单就是可以先往对方的举球员来做处理哦。姿雅来了，这一次的攻击有 touch 吗？哎，可能要使用挑战。是，王建民教练这时候已经比出了小框框了。小框框的。高雄台湾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束球。 是有触到哦，对，是有触到哦，所以高雄台电这边挑战成功。对，其实阿亚在打这种穿越球哦，他可是看得很准哦。胡小佩这个球触网进，反而是一个 lucky ball 幸运的 ace。没错。 接发之后，在这边的叶玉人的一个快攻得分，哇，总算是止血了。在被对手连拿6分的情况之下，这一个 B 式快攻，胡小佩这球不要去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出界。但是前排可能已经有他击到了，已经碰到。对，反而是小佩的防守站位没有站好哦。里贝尔的发球。 姿雅接发之后，在4号位这边的一个转直线的攻击。对，其实可以看姿雅，虽然她的接发球这颗是没有到位的，不过她在攻击上确实是没有让对方很好守备的哦。她也是会去做她的技巧性的去打直线啊，或是让她的举球员去碰到球哦。这边选择一个吊球的攻击，姿雅又来了。 哎，从标志杆外面进来喽。黄曼雅的攻击是从标志杆的外面过来。对，就其实这第3局的一样，就是像中间都有很好的防守，都有在混乱当中都有守刻起来，但是修正就是这个部分要再加强，不然就是真的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再来回坡得分。曼雅的攻击，这球在界内落地。 9比3。哦，这球打得够快啊！对，跳起来就是直接把球打掉哦。其实黄欣瑜跟陈姿雅今天都算是打得相对客气了。对。 姿雅到目前为止还是2队最高的得分14分。
我倒是希望举球员可以多配给其他学妹啦，对，毕竟也是要让学妹去感受一下，就是要怎么打才会得分啊？你这样才是后面的球员、后面的学妹才会上去嘛，对不对？梦华的意思是说，现在可以开始练兵了吗？不是练兵，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去感受得分的感觉，是对，而不要到可能紧要关头需要用它的时候，反而就是还有点怕怕的，不敢出手。对，有时候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你要怎么去营造整个气氛？如果当然我们不能说练兵，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要透过比赛的真实的感觉，你才能够去打造自己在比赛该怎么去发挥嘛。对，我觉得就是举球员如果有办法的话，其实我希望他们是可以配自己不习惯的球路，是，甚至就是让他们这时候去练习嘛。对。金轩举球交给李姿莹，这一次攻击被新北中一个手下黄曼雅。姿莹这一次的攻击，吹了是对前排应该有触网哦。新北中心前排的球员触网，比分现在来到了12比4。场边这个是刘玉纯的粉丝啊，哈，拿着 iPad 啊，精心制作的这个加油标语被我们导播给看到了。后排攻击之亚，祁荣把球垫高，曼雅把球打过来，台电这边再来。新北中线这边再度把乌克兰的尤利亚给换上来，不要让这个台电打这么快攻，打这么轻松啊！对，没错。里贝尔接发尤利亚，14比4。里贝尔的接发，结果又出现了失误。确实，现在中间确实应该是说要有一个人出来带整个球队哦，把这个沉闷的这种士气低落的状况给打破啊！没错。上个礼拜跟台电4局大战，有3局新北中心都至少拿到了22分以上。对。但是今天完全感觉上好像是整个闷住了，完全打不出来。甚至其实第一局也是有拿下台电1局哦。其实我觉得就是中间就是少了一点，当然 Bree 也是有差嘛。那我觉得他们的团队的气氛稍微还是要有人就赶紧拉起来哦。希望看看能不能靠着这一次的成功拦网，把整个气势慢慢的给带动起来。黄曼雅发球，这边刘玉纯完全没有人来守他的这个偷袭。对。这边的一个接发球在网上的相持，哇，分数这边又是判给台电。因为前排的姿势没有 touch。没有碰到球吗？没有碰到球。对。在这边胡小佩的快攻被拦回来，
黄敬轩。18-5了，哇！尤利亚这个吊球被台电队救起，哇！胡小佩在这边太急了，对，在网上整个处理球都太急了哦。现在1分1分慢慢的来拼了。尤利亚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到3分。 不过，如果与开季这4场的内容这样看起来的话，今年的新北中心虽然有请来了3名的外援，可是我觉得除了布利之外，那 Mira 跟 Yulia 的这样的表现，可能是比较不符球队当初对他们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毕竟他们先天的一个条件真的非常好。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努力的地方是，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用我们本土的球员去带动，像只有三支的这个外援，因为毕竟我觉得球队是整个球赛是整个球队在打的，我们不能因为这3个的外援的表现而去定说中间目前的整体的战力会是如何。我希望可以回归我们本土的球员，他们能不能够让整个外援有归属感吧，都会觉得说，哎，来这边打球是快乐的。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哦。对。刚才又是一个逼速快攻得分。现在廖家荣上来了，妹妹廖家安去年还在有打爱山林，不过今年妹妹今年也没有办法跟姐姐来组成这个气派的一个姐妹档。对，里贝尔接发，叶玉文这个球，这个软攻反而奏效啊。对，其实这一颗球是只有会引起来拦网哦。那嘉荣没有拦网的情况下，其实这种球他都要补哦。 不然，其实他没有拦网，在那边就是要守小球。20-8，对，其实对，就像我刚刚说，他是蛮可惜的，他的自己心里的，要勇敢一点，对。 还是锁定许慧莹，接发之后，在4号位这边的攻击，结果被拦了回来。在第3局，新北中心的得分总算是突破了2位数。 这次的接发又没有能够接好啊，因为现在这个本还够多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行，因为自己整个队得了很多分而这样子去失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企联的殿堂当中，你要怎么样去？今天如果接发球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想说？ 先以不要失分为主，你要可能是要先接高。那接高的情况下，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打一个。那他刚刚可能目前面临的状况就是接发球直接失分的，现在就有2颗，然后1颗又接不好。那他打修正的部分呢又没有得分，所以导致他现在可能是心里会比较害怕的哦。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他能够在这一次的。 状况，他整个自己的状况比较沉闷的状况，可以跳出来得分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比较主要的课题。我相信王前明教练刚才这个暂停喊的讲的，应该也是跟梦话讲的内容差不多的。对，就是虽然目前这场比赛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不过
自己的临场上这样的一个调整。对，如果我现在是会赢的话，我就说我要继续再接，我不会去站前面。对，确实，因为台电这边其实在刚刚的接发球队形是有做一些战术的调度哦，把慧莹往前拉，然后让后面的专心接发球。黄继轩的发球，哇，中线今天接发球真的很少到位啊。对，慧莹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被守起，黄曼雅这个球又是直接在网上被廖家荣这边给抓了下来。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亚里哥，我刚刚跟你聊到，其实我们在接发球不好的情况下，也有接发球不好的打法。是啊，修正有修正的打法。没错，对对修正球，尤其我很强调，就是接发球没有关系，接不好没有关系，但是第二颗去碰触到这个球的修正球的品质，我觉得这是也必须要去要求的哦。22-12。这边的快攻廖家荣，结果被守起。哇，这边有没有 touch 呢？对，可以提出挑战，拦网触球。西北中线队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这看手机有什么用啊？要想一些动作出来啊！真的，亚里哥，你自己在 cue 你自己吗？不要。李贝儿6分，叶瑜文6分。哦，这球有挑战成功哦。对。刘玉纯把球垫高，许慧莹送过去之后，这是新北中线机会，黄曼雅再交给许慧莹，这一次的攻击有了。哇，这球好球，好球！直接发给李贝儿啊。对，因为毕竟中线的发球会一直瞄准我们的慧莹，我们的慧莹也会瞄准对方的大炮手贝尔哦。24-13，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结果这个大包球直接扣下，看到拿下最后一分的是曲球员刘玉纯。啊，这场比赛看到高雄台电连续2个星期跟新北中先的一个交手啊，虽然这2个礼拜都是新北中先的一个主场周的赛事啊，不过在今天这场比赛毫无悬念的，高雄台电女排以直落3啊击败了地主队新北中先，拿下了开季的4连胜，而新北中先则是吞下了开季的4连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听听赛后记者会。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
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啾咪。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碧雅，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在今天这个11月11号星期六，我们在新北西庄体育馆的赛后记者会，先恭喜啊这个高雄台电
他们开季是拿下了4连胜。那赛后记者会也问到了王前斌教练，还有队上的2位举球员洪家瑶还有刘玉成。先要请教的是前斌教练，是那开季球队拿下了4连胜啊，那当然今年的目标要重返荣耀嘛。不过那今天这场又是直落3击败了新北中先，连续2个礼拜都在客场击败新北中先。对于开季的这个4连胜，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心得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的吗？哦，其实我主要是看自己队伍的那个流畅性，像去年，有蛮多问题，那今年选手也很努力的想要慢慢的改进，像是可能2波的搭配上跟拦网这方面，我们都有特别的去做加强。那今年来看的话，我们女生队伍其实5队都很平均，包括今年的凯撒。他们比去年还要更难产啊。对，那上礼拜因为我个人自己家里有事情，然后在跟他们比赛，其实我们打得蛮棘手的。那有发现到问题，我们这礼拜就有针对这个问题做调整，像是拦网跟发球，我们上礼拜的发球其实都让他们太好接。那我们这礼拜的发球就是有特别去加压，或者是不要去找自由球员，所以今天发球有发挥，再加上拦网，我们第1局可能就拦了7分吧。对，那其实是很多的。对于一场球赛，甚至是可能在第1局就拦成得分率那么高，那所以才打得这么的轻松。对。今天就像你讲，在发球的一个针对性，还有在拦网的一个发挥上，都做到了教练团在事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不对？对。那谈一谈这个赛季的伤兵，我们知道在10月中，好像成大打完之后，李玉就受伤了，对不对？哦，对，他目前还在休养中，包括那个新秀洪诗涵也在休养。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李玉、诗涵还有皮皮。那李玉跟诗涵这个赛季还有机会可以回来吗？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会积极让他赶快调整。对，先从最基本的开始。那至于皮皮是希望他下半季可以恢复。对，那现在先以那个他的发球跟防守为主。对，好，谢谢前斌教练。那接下来就问到2位举球员，先来问到玉纯啊。玉纯，我们知道就是芊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接下来你跟学妹佳瑶这2个嘛。那你是左手的举球员，那谈一谈就是这2个赛季，那你上场的时间，那跟攻击手的一个搭配，你的心得，还有你自己觉得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跟调整的地方吗？先来谈谈今天这场比赛，你在2、3、2局上场的时间比较多嘛？你先谈谈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自己的发挥跟攻击手的一个配合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对不对？应该是说，长球跟后面的跟攻击手配合有越来越稳定，然后就是跟快攻的配合要再加油，对，因为毕竟快攻其实如果对我有发挥的话，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2边攻击手会比较轻松一点，对。要不然以往如果我们的中间手没有打开来的话，其实我们的炮手跟辅举会很难打。今天最后1分是你拿下来的，那最后1分，其实以举球员来说，你什么时候要直接做攻击，或者是直接做球为攻击手，都是当下的一瞬间那样的一个决定，对不对？你自己做判断吗？还是说教练有时候在比赛结束之后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交流？应该是说有时候我自己看不到的时候，他会提醒我说，这个时候可以突破，然后再回到场上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再去想一下，说什么时机可以突破，什么时机不能突破。对。好，谢谢玉纯。接下来问到佳瑶，佳瑶一样的问题，就是你进台电现在2年了，那谈一谈就是你觉得自己这2年在台电女排的一个成长，尤其是你是一个有身高的举球员，你有身高上的一个优势，你觉得这2年你最大的进步，还有你觉得你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进步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心态吧，就是心理层面的部分，就是会比较，就得失心比较没有那么重。就是因为去年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得失心太重，然后太在意自己就是失误的部分，就是会反而局限自己的发挥。所以今年的话，我是觉得自信心有比较好一点，对。然后再来就是
技术方面的话，应该就是跟中间手的搭配还要再加强，这样。是在配球方面，其实我们知道，在台电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中间的快攻的一个球员。你自己觉得就是跟快攻的一个配合方面、配球方面，可能是你未来的一个加强重点就对了。对。OK，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应该没有。没有。好，那谢谢2位球员跟王贤斌教练来接受我们今天的一个赛后记者会的访问。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球评，这个自由女神梦话。好的，那今天就恭喜台电，目前是拿下4连胜哦。那台电现在目前有很稳定的表现，那因为他们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那反观现在目前中线这边虽然有点可惜拿下4连败，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去调整他们自己哦，一些可能在失误较多的情况下，以及目前在整个球队的状况啊，是需要再去做磨合的哦。虽然球队中的外援 Bree 目前是受伤的状态跟肠胃炎嘛，那我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去挥别这些阴霾，然后去好好的调整来面对明天的比赛。那当然，刚才赛后记者会也讲到了，王前斌教练就是觉得，就是这2年的整个高雄台电女排虽然是进入到一个换血的一个阵痛期啊，不过至少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批不管是比较资深的球员也好，以及年轻的球员也好，在整个搭配上已经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渐入佳境，而且是有照着整个教练团他们所画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在走。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球队，他们必须要经过很多年的磨合，然后才能够有默契嘛，跟一个整体上的搭配才会是比较好的吼。那我觉得他们有这个优势，不过有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大家都熟悉他们，就变得别人要打我们就是确实是很好打。所以这就是考验他们自己个人的技术如何去提升。上个赛季他们可以说是还背负着连霸的一个压力，不过在上个赛季连霸中断之后，我觉得这个赛季台电女排可以说完全从零开始，他们开季这样的一个4连胜，那开季的3周的比赛也可以说是写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战绩。那当然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在整场比赛。看到在整个攻击得分方面，高雄台电几乎是新北中鲜的整个2倍啊！那今天全场3局的比赛直落3也有11分是来自于拦网。我觉得新北中鲜的开季4连败，在整个战力的一个整合方面，就像梦话刚才在最后讲的，可能这个在整个实力上的一个磨合，可能就是要让整个教练团未来要多花一些心思的地方。毕竟以他们的整个外援。有说高度有高度，说力量有力量，其实再加上本土的球员，也都是高中球员的一时之选。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他们的队中的默契要去磨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应该是不止他们队，每一队的斗争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看到全场今天姿雅跟新宇啊，2位的得分啊，都有是来到了2位数啊，仍然是整个台电队的一个得分重心。而新北中鲜今天整个3局打下来，遭到对手直落3，今天在攻击方面，说实在的，真的完全没有发挥啊。对，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那在下一场比赛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男子组，由卫冕军开幕2连胜的连庄男排要来对上云林美金龙队。那这场比赛也绝对是精彩可期，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一个转播。我是陈雅里跟球评杨梦话，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再见喽，拜拜，拜拜。